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今天的行程是从狮泉河到改泽，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，从狮泉河出发。离开狮泉河，也就意味着离开了新藏线，正式进入阿里大北线。这也是进入西藏以来最为惊喜的一天。西藏从来不缺乏经典的自驾线路，而阿里大北线则是经典中的经典。由于人烟稀少，风光壮美，湖泊众多且颜色各异，野生动物众多，加上神秘的宗教色彩，让人无比向往。刚过第一个检查站，我们就遇见了放牧的阿里姑娘。继续前行，阿里正向我们揭开她神秘的面纱。自驾走阿里大北线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：一路上会一错再错，也就是能看到一个又一个颜色各异美丽的湖泊；二，如果有幸能看到藏羚羊、藏原羚、藏野驴、狐狸等野生动物，而我们今天就将与它们来一场美丽的相遇。过检查站不久，路边山坡上发现5小只藏原羚，后面又看到了8只。藏原羚非常机警，它们看到有车过来的时候，还是本能地向山坡上跑去，但是会时不时停下来向路上张望，像极了一个既好奇又胆小的孩子。当我们还沉浸在遇见藏原羚的兴奋之中，在国道317右前方看到一片湿地，湿地旁有藏民的房子。停下车向湿地走去，远远地发现河边并排站满了歇息的鸥鸟。还没有来得及掏出手机拍下这壮观的场景，呼啦啦一下子，很多的鸥鸟就飞去了更远的河边。进入格吉县后，伴随国道317的河流在湿地中蜿蜒穿梭，曲线也越发的好看，其造型之柔美，比起巴音布鲁克草原的9曲18弯也毫不逊色。行走在阿里北线，山和云是陪伴我们最长最久的朋友。这山，这云，这草场，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来。过了格吉县城，中午在熊巴乡的川菜馆吃了午饭，继续向前赶路。胃部还在消化中午的牛肉面，人也有些昏昏欲睡。路的正前方，一汪深蓝的湖水立时驱散了浓浓的睡意，提起了我们的精神。聂尔错就这样跃入眼前。聂尔错是一个盐湖，湖的四周都是白白的盐碱滩，如宝石般深邃幽蓝的湖水嵌在四围如钻石般闪烁光芒的盐湖之中。盐湖乡位于聂尔错和文布当桑乡之间。盐湖湖如其名，湖水淡蓝，发出白色的光。别若泽措位于文布当桑乡，路过文布当桑乡的小村子就能看到别若泽措了。别若泽措在国道317的北侧，湖岸离路边很远，有许多牦牛在岸边草坡上吃草。
别若则错，让人一见倾心。湖水颜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有深有浅，水深之处湖水是蓝色的，岸边的水浅之处湖水是绿色的。这是一个一定要停下来好好欣赏、拍照、放飞的地方。乌马错位于乌马错乡的达热村。当看到公路左侧达热村的路牌时，右前方就是乌马错了。该怎么形容站在乌马错边的感受呢？看着这个湖和湖边的牦牛，只恨自己不是画家。这分明就是一幅油画，一幅最能体现西藏风光的油画。如果没有事先做好路书，多数人会把和乌马错一路之隔的达绕错也当成是乌马错的，因为这两个错首尾相连。只不过乌马错在国道317的右边，而达绕错则是在国道317的左边。现在视频中左手边的这个湖就是达绕错。过了达绕错，看到了藏野驴。藏野驴的样子无论颜色、个头大小都和在内地看到的有所不同。藏野驴的头大得出奇，鬃毛短而硬，耳朵竖直，毛色斑驳。藏野驴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，它的四肢和身体下侧，包括颈下方是白色的，耳朵内侧和口鼻端也是白色的。在脊背上，一条深色条纹从鬃毛处一直延伸到尾端。距离改则县城约30公里的时候，我们邂逅了今天最后看到的一个湖，它就是夏嘎措。夏嘎措距离国道317比较远，当时已经晚上6点多，我们没有下车，一路向前。晚上7点多，我们平安到达了改则县城。下一集将展现用无人机记录的一错再错美景，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们。